解下一对朋友。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自从他知道我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以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对我处处紧逼，让我感觉真的有点喘不过气来。其实我感觉是他的态度不对，他都没有好好跟家里说我们两个的事情。他跟我提出了很多无理的要求，我觉得特别荒唐。但是如果我不做，他就会说是我不爱他。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这么简单，就是害怕有一天他会离开我。但是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两个就会吵架。他现在这么逼我，让我感觉特别难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又是一个好像恋爱谈得窒息的女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宋，26岁，来自唐山，是一名司机；女嘉宾小玉，24岁，同样来自唐山，是一名服务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恋爱多久了？4年了，已经。4年了啊！对。我听这个小片里面说，大概是有个转折，是你的父母不同意你们，是吧？是的。关系就变得不好了，是吗？在你们谈恋爱多久的时候见的你父母啊？2年底见的我父母。那2年你们自己谈得开心吗？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都感觉着他挺不错的。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们都一起在饭店打工，他人也挺不错的，都挺受大家欢迎的啊。然后就突然有一天早起，就捧着一束玫瑰花，就把那束玫瑰花送给我了，我当时就挺感动的。这是他追你啊，这不叫经历事情啊，就是一直就这么浪漫着，是吧？对，一开始我们是挺浪漫的啊。后来我父母不同意了嘛，然后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都是每天就对我提一些无理取闹的要求，让我感觉到心情非常的压抑。其实现在不是他父母不同意，是他现在不想跟我在一起了。他说我逼他，其实我没逼他，我都是为了我们俩才那么做的。他都做了些什么？自从知道我父母不同意我俩的事情之后，他就要求我说让我回家偷户口本的，然后去跟他领证跟他结婚。对，然后那个这都不算啥，然后后来他居然跟我说，让我就直接跟他生小孩了，然后到时候你父母想反对反对不了了，特别是我是那么说的，但是我也不是为了咱俩好吗？那你也没做呀，你心里都一点也不爱我，一点没有我。我心里没有你，我能跟你在一起4年吗？是在一起4年，你把你们家说通了，到现在你又说跟我拉倒，现在是你们家你也没说通，反倒被你父母给说通了，不想跟我在一起了。我现在感觉我父母说的挺对的。我现在都支持他们的观点。你父母什么观点？我父母一开始就说那个让我们在市里边买一套房子，之后他们家也不同意。那个当时都两家都谈得挺不好的。我感觉只要他能跟我在一起，他父母那方面根本都不是问题。但是吧，现在他父母说他都不想跟我在一起了。那我不想在一起，还不是因为你做的那些事儿吗？你现在天天的每天都出去喝酒的，玩牌的。回家来都大吵大闹的，跟我还埋怨我父母。你说你办的这些是谁能接受得了啊？那你说你2年了吧，咱俩又好了2年了，咱俩事你跟家好好说过没？我都是恋人拿东西上你家看看去，你都不让啊？那是我不让吗？那不是我父母没有同意呢吗？那如果我父母不同意的话，你去我们家了，那只不过是事与愿违。到时候那我父母肯定会更不开心的。那我不是也是为了咱俩的着想吗？你现在这么说话，你凭良心说话好吗？你没看见我给我父母打电话吗？那是你们家回来了以后，我们家也不愿意了，不让我跟你联系，那我都使劲跟家说呗。不，再理一下啊，有点乱了。等于谈了2年恋爱，你带着他去见了你的父母了，对，是这意思吧？是，对吗？对。那你父母去为什么没谈成呢？因为一是他们家的提的条件我们家达不到啊，然后都是。他们家他父母也看不上我，但是他对我挺好的，然后到最后没谈成，他不也是联系我了吗？但是他你现在就是胡说，我爸哪看不上你了呀？我爸就说当时就说那个，因为都先挺远的嘛，我爸都希望在市里边买一套房子，他爸也不愿意买，之后都因为这事儿，然后都没谈好，然后我爸他们就坚持都不让我跟他联系了，都把我手机都给没收了。刚才你说到了，说你家人现在也不愿意了，是吧？都是自从他们家回来了以后，我们家也不愿意了。但是我们家不愿意，我也是
总跟家说啥的，也都把家说通了。那你说我都把家说通了，为啥他都不能说通了啊？我一直都在说这事儿啊。那你想想，你说通了，那回我把东西买好了，都得上你们家去了，是你拦着不让我去吧？是我那如果当时你去的话，我父母只会更不高兴的，理解这意思吗？那我还不高兴了呢。别吵，别吵，别吵！你们俩现在还想在一起吗？现在他不想跟我在一起，但是你还想跟他在一起吗？想。你现在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是为什么？是刚才你说他喝酒是吗？他现在天天都逼着我，让我跟家里说这点事儿，我感觉我俩都没法在一起了。我俩在一起，我的心情都特别压抑。哦，你今天来的目的是要跟他分手？是喝酒吗？我以前都基本上不喝酒，但是现在我一讨论我俩的事儿，让跟家说，他都逃避我，我心里烦，心里苦，我也生气。哦，我们家事儿我都说通了，你们家事儿你都说不通是你们家现在同意买房了吗？还是只同意你娶她？都是同意我们俩嘛在一起啊，但是他们家提的条件，你们家人还没同意是吧？没同意呢。好，关键是他们家里现在根本都不同意买房的，而且他现在都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比如有一次出去吃饭的，餐厅里呢都挺多人的。当时那个吃饭的，突然他都跟我说，他说那个想上我们家去，让我跟我父母把这事说一说。我说那个，我说稍微等等吧，我那个正在跟我父母沟通呢嘛。他就听这句话就不高兴了，直接把杯子都摔在地上了，然后转脸都走了。下午了，我突然就接到他电话了，下午就直接跟我说，他说我到迁西了，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说谁能受得了他这样啊？上午刚刷完杯子，下午就直接跑着我们家的了。进去了吗？没有，都是在那个到我们县了嘛。跟我要我们家的详细地址。你说这样你谁能受得了他呀？那我也不是想咱俩好吗？你是想咱俩好，那我不都不想咱俩好吗？你办的这事对吗？你天天净想这些歪主意，天天逼着我跟我爸妈说，我没说吗？那你说了2年一点效果没有？那你那么说，那你那么做对劲儿吗？不吵啊，孩子，不吵。你们俩现在还在一个单位？我俩现在不在一起了。你们等于是从县里或者村里出来打工是吧？是。然后在打工的过程当中相爱的是吧？这个你现在开始烦他了是吗？对呀，我感觉他做的事这些事都太极端了，让别人都无法理解这些事儿啊。他都没想过他做这些事的后果。如果我真跟他说的那么做了，那我们庄里人会咋看待我们家呀？我感觉庄人都会戳着我们家的脊梁骨。就是偷户口本、未婚先孕是吧？就这个在你们那儿绝对是丢人的事儿是吧？对，这事儿你不做对吧？哎，不做就对了，姑娘。你打心里觉得你们需要一套房吗？需要，因为我们俩毕竟都在趟上上班嘛。现在我挺同意我父母的观点的。过去你是不同意父母的观点？对，因为当时他们家也不愿意嘛。我俩当时毕竟也挺好的，所以有点倾向于他那边。但他现在现在我感觉我父母说的都挺对的啊。就是过去父母预判的那些，因为没有经历过这些的折腾，你觉得是父母看错了是吧？现在经过这个折腾之后，你觉得父母说的还是对的。他只考虑他们家，从来都没考虑过我的感受。有纸吗？有什么纸？你要给他擦眼泪是吗？是。我这有这个。谢谢啊。别哭了，别哭了。来，问你几个问题啊。你父母着急你出嫁吗？我父母反正也挺着急的吧，但是我父母都特别不愿意我和他的事儿。中间给你介绍过其他的人吗？介绍过。你见过吗？没有。你父母着急你娶媳妇儿吗？我父母一直都是不让我跟他好了啊。中间给你介绍过吗？想给我介绍，我说没用介绍。就是你们俩彼此的感情还挺深，是吧？是。只是你现在埋怨他说你们俩结不了婚，是因为他无法做通他父母的工作，是吧？而在这个过程里，你觉得这小子做了一些事儿，你接受不了，你重新开始看他了，是这意思吗？对呀，而且他都属于特别无理取闹的事儿。这件事儿如果我不去做了，他就直接都跟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呀？不在乎我了呀？”我说这种话，你让我听了多伤心呀！我都感觉我特别接受不了他说这种话。那你还爱他吗？不爱了。真不爱了？不是气话吗？不是，我都不信你说的那话。那你要是不爱我的话，你为啥还哭啊？你心里要没我，为啥你会难受？那你还爱他吗？爱。
真爱哈。真爱。好，行吧，老师们，你们看看这怎么办吧？这才叫难解的谜呢啊！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先分析你的心理啊，就是当你去对方家里，对方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你的自信心、自尊心，还有你家里的自尊心好像被摧毁了。没有被摧毁。没有被摧毁吗？没有。可是我觉得你现在所有的烦躁的一些举动，都是在掩盖你不能接受被对方家里拒绝的这么一个现实。你的酗酒，你经常出去玩，其实都是在逃避，就是不能正视自己。我的确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很有可能我现在娶不了这个姑娘，你不能接受这个。如果你要接受了她，今天你不会和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问你啊，这位姑娘，如果在这4年来，她不向你提出，比如说这么多幺蛾子，例如偷户口本啊、未婚先孕，你现在想跟她分手吗？不会。不会。其实刚才她坚持她父母的观点，就觉得你可能也不是特别靠谱了。我个人觉得，最后你促使她今天做出这个决定的，有你一部分的功劳。你不觉得你做的很多的事情正好正中她父母的下怀吗？我做的是有点过分，但是你做的不是有一点过分，你做的其实挺过分。喝酒还有什么？他喝酒抽烟，而且都是回来的话就总耍酒疯。所以我说，小伙子，如果能接受现实，我就不如对方。我现在满足不了对方父母需求的时候，转变一种思路。你如果能跟他感情非常和睦的度过几年，到最后家长可能一看，哦，也就这个意思了。最后不得已，可能你们俩就在一起了。你为什么不尝试用这种方法呢？你现在所用的方法都是一种烦躁、冲动、暴躁、失去理性，这样就对你和你们之间这感情特别不利。就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你会心平气和的去解决他的问题，也许这个事儿可能就已经解决了。这姑娘就跟她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个男人我此生非他不嫁了，因为这4年来他对我非常非常好。但是他今天说要跟你分开，是因为什么？因为受不了你了，就是因为你的自暴自弃，就是因为你能不接受现实。那我也想跟他在一起。你想跟他在一起，只是你想跟他在一起，你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你如果考虑到他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不会给他出一些这么让他为难的那些主意。当他说我跟父母再缓一缓的时候，他的背后一定是跟他父母交流了之后，他的父母可能斩钉截铁的说你不能跟这男孩在一起了。所以他有可能他承受他父母对于他的压力，另一方面还要承受你的压力。我告诉你们俩人最后有一天可能会出现这样，他的单位新来了一个男同事，长得也比较高也比较帅。你贵姓啊？姓周。姓周是吧？周姐，我看你最近很憔悴啊，怎么生活遇到什么困难了吗？跟我说一说，我出去请你喝杯咖啡聊一聊，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我就请你出去看场电影。一个温柔大哥哥、知心男人的善解人意的人出现之后，他所有内心的那种情感的压迫全都倾诉出来，他忽然觉得这个人也不错。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不给他压力，可是他面对你的时候，你不是给他出馊主意，就是给他一些压力。但是到最后你认为他是对你的一种背叛。婚姻中和恋爱中很多人都这样，他对我背叛，实际原因是因为你逼的他，但是自己又不自觉，一生就认为对方就是背叛了自己，一辈子糊涂下来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做一个聪明人，好吗？这位小伙子。好。俩人结婚应该求婚吧，你变成了逼人家，叫逼婚。逼婚不成干什么呢？拿户口本叫偷婚，实在不行奉子成婚叫骗婚。然后有朝一日我估计这样下去一定包括你们，或者还有悔婚。最后叫什么婚呢？发婚。对了，我是觉得你做事情太直接化，所以我斗胆推测你在处理复杂事情的时候会非常的棘手，不仅仅是婚恋的问题，包括其他人际关系和很多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今天还想再挽回他，既然能来啊，能哭，有可能还有一线希望。女人的心都是软的，4年的时间呀，你呀闭上嘴，把你的真心用实际行动对他去好，不做任何要求，兴许还有一线转机，其他的没有任何办法了。好，
谢谢于老师啊，胡老师。但凡是在父母阻拦的压力之下，会有3种方式在一起。这3种方式代表着爱情的3种境界。最高境界，我认为就是私奔，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再下一个档次，就是偷户口本，暗示我们已经木已成舟，胁迫父母。最下作的方式就是奉子成婚，就是生米做成熟饭。后2种方式都给你想了，虽然我并不认为私奔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在这3种方式当中，私奔是最需要有勇气，最需要有勇气去承担将来在私奔的过程当中要承担的婚姻责任和对对方的爱。而这后面2种方式是最下作的，尤其是奉子成婚。还好你洁身自好，还好你知道其实婚姻不是用孩子胁迫父母可能会得到幸福的。如果你要是真的想结婚，想在一起，应该向世人们，向他的父母证明的是，我们很幸福。瞧，他跟我在一起很幸福，我可以证明给你看。这是一个男人的勇气。如果说父母看见这女孩子确实是跟你在一起很幸福，父母内心阻拦你们是有愧疚的，同时他也会义无反顾地站在你的身边。你的劲儿使错了方向，你不让我结吧，我偷户口本，我就奉子成婚，处处都向他的父母证明你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另外还有一点，那么急着结婚干什么？结婚现在对于你们来说不是势在必行的事儿，你都不知道结婚之后要干什么，你干嘛急着去领那张证？那张纸虽然看上去很轻，但是恰恰是2个人感情到了水到渠成的该结婚的时候，那张纸才会显得很重。你以为弄一张那个纸就可以了，弄一张那个纸好像就万事大吉了，是让他生活得更幸福重要，你们彼此在一起更恩爱重要，还是拿到那张纸更重要？即便是说你现在想尽办法弄到那张纸，迟早有一天你很快会换来另外一张纸，那就是离婚证。现在连最爱你的人现在都背叛了你，现在都离你而去，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你现在不就是孤家寡人一个吗？所以你恼羞成怒，周围的人都不认可我，他父母不认可我，连我的女人都不认可我，所以开始喝酒，就干那些没用的事儿。你有这闲工夫，能不能去挣个几瓶米出来？想明白了，能想明白了，想明白了。如果真要证明你们俩在一起是合适的，就告诉他的父母，用行动去证明给周围的人看，这个女人跟着我会幸福。就这样。千万别记恨他父母，其实你浪费了2年最好的时光。但他父母不同意之后，好好的待他，慢慢的让你们的感情越发的牢固，让他的父母看到你们是幸福的。你没有这么做，你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化成了我不行那3个字儿，所以就这样了。所以也要做好另外一个心理准备，可能这个女孩就走了。因为被伤了的心不是说弥补说挽回就能挽回的。如果她心里已经没有你，如果她已经被你伤得伤痕累累的时候，于老师那个问题特别好，你会怎么做？我明白，我明白该咋做了，懂了。让她做自己的选择，尊重她的选择，这太重要了。以后别再那么浑浑噩噩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嗨，不是说你非得跟这小子啊，我觉得在这问题上你是挺聪明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你最了解，有爱还是没爱你心里最清楚，他能不能信赖依靠，值得你嫁，你心里也最清楚。我相信你这些一系列都想明白了，你是带着决定来的，只是想再听听意见。老师其实已经从不同的角度给你意见了，想清楚吧，姑娘，好吗？
剩下的时间给你们，一起进入黄金60。今天来到这儿，我也想明白了，以后我该怎么对你。以后我要像从前一样，那么好好的对你。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不要离开我。以后我肯定会努力，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爱你，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生活。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够对你好。哎，时间到啊！好了，两位回去吧。来，请关门。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请开门。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把他抱过来，把他抱过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来的把他抱过来，抱他过来。从今以后，以为是所有。好了好了好了，傻小子，站那儿，手拉手，手拉手。一定对他好啊，别再胡来了啊！姑娘，给他机会了啊！过去的事儿就当没发生了啊！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来来来，谢谢你们俩，慢点回去吧。没求过婚的吧？没有呢。能保证对他好吗？肯定保证对他好。还喝吗？不喝了，以后再也不喝酒了。接下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各位请见证。这个戒指我不会戴的，我能答应你，以后跟以前一样面对我父母。这个戒指以后再说吧。没事，戴不戴都无所谓，以后我都会对你好的，我会给你父母看，你跟我在一起会幸福的。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亮灯吧，还有个礼物，呵呵，送给女生的，要宝诗易背诗啊，好好用吧啊！谢谢，谢谢你们，请回。